在2021珠海航展的海军装备展区，有网友发现了新型的军舰垂发单元模型，其中一个垂发单元内部足足地装填了4发的小型导弹，一坑4弹意义重大，可以有效提高我海军的反导防空能力。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备受瞩目的珠海航展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距离航展正式开展还有些许时日。但是展台上这几天可没有消停，来自各家的厂商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携带自家的拳头武器产品开始上展，地面的、空中的、海上的，花样繁多，数不胜数。在航展的海军装备展区，有网友发现了新型的军舰垂发单元模型。根据巧克力样式垂发单元的明显特征来看，肯定不是 052C 装备的转轮式垂发单元，因此只能是我海军现役的主力驱逐舰 052D 和055大驱两种战机装备的同款850毫米先进垂发系统。仔细一看，其中一个垂发单元内部足足地装填了4发的小型导弹。有网友表示，这种装填方式叫做一坑4弹，这将极大地提升我海军主力舰的对空和反导作战能力。现阶段，虽然人民海军这几年来不断下饺子，建造和已经服役的 052D 和055系列驱逐舰达到了30艘以上的庞大数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够。一方面，美国大搞印太战略，大量的往亚太地区部署海空兵力，甚至集结盟友针对中国。同时，针对我海军的发展，则采取了研发新型导弹用于威慑的策略。当前我国的055导弹驱逐舰综合作战能力，在当今世界主要服役的大型驱逐舰里面堪称一枝独秀。装备 XS 双波段雷达的055，在远近的区域防空技能堪称一绝。相比美国目前装备的阿利伯克 2A 级导弹驱逐舰，可谓更胜一筹。但是针对中程防空来说，目前美国人凭借着性能优异的中程防空导弹，反倒是棋高一着。既可以通过一个垂发单元搭载4发中程防空导弹，提升军舰的载弹量和整体防空实力。举个例子，阿利伯克的 MK41 垂发单元一共是96个，而我海军的055大驱则是112个。理论上讲，导弹的携带量是96比112，美国居于劣势。但是由于美国人开发出了一坑4弹的反射方式，这样就可以搭载200枚左右的中程空空导弹。增加导弹的同时，还能空出一部分垂发单元安装其他导弹，如巡航导弹、反潜鱼雷等，这将极大地提升军舰的防空实力和打击能力。目前，美国正在发展新型的导弹，这些新型的导弹依照美国海军的反舰战术，是要依靠海基、陆基、空基的形式，对其假想敌从全方位、多角度发射数百发反舰导弹，给予饱和打击，这将极大地考验舰队的防空能力。美国此举也是给我们的海军敲响了警钟，而我军在这方面还是处于空白，因此此次航展一坑4弹意义重大，可以有效提高我海军的反导防空能力，将来应对敌方饱和打击之时可以更好的防御。美国一坑4弹的导弹是由美国空军的主力中程空空导弹 AIM-120 改装而来，叫做海麻雀，射程在50至60千米之间，可以对敌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有效的拦截。考虑到中国装备的垂发单元系统宽度850毫米，比美国的同类型 MK41 垂发单元要大一圈，因此理论上可以装得下更大尺寸的4发导弹。据网友分析，将来不排除把霹雳15空空导弹经过改装后装备055垂发，作为一坑4弹的主力防空导弹。要知道，霹雳15导弹采用双脉冲发动机，在空中的射程可达200千米左右。虽然装备在055上面发射没有高空抛物线和动能加成，因此射程可能会降至150千米左右，但是这对于055的防空任务来说已经完全够了。现在美国在亚太部署了大量的 B-52H 轰炸机和 F-18-35战斗机，10架 B-52H 可携带240枚 AGM-158C 反舰导弹，如遇到美国的饱和打击，我方055则是难以防御的。但是有了一坑4弹的技术革新，我方完全可以改装一艘055执行防空任务，就是把055的112个垂发单元安全换装一坑4弹，
这样一艘055可携带448发 PL-15海基防空导弹，而且可以有效地化解美国方面的导弹饱和打击。而这只是一艘055发挥的作用，400多发的导弹搭载量足以让055堪称导弹巡洋舰了。要知道，苏联的导弹战列巡洋舰基洛夫级也不过搭载500多发导弹。虎妞分析，这次航展展出此款武器配置，有很大的可能是我们已经把一坑四弹的技术摸透了。那么，虎妞真心希望此款武器能够尽早的装备到055大驱上，这样一来，美国的反舰饱和、反舰攻击将会失去作用。